我们来看看，其实世界的局势啊，不断的在变，尤其是军武的布置哦，很值得我们大家来观察一下，或是来注意一下。解放军最近呢，他把他的军舰啊驶往遥远的海外哦，跑到美国门口吗？跑到北约门口吗？哦。我们知道，过去毛泽东曾经讲过“你到我家来，我到你家去”。现在中国解放军在福音这句话吗？我们先来看看美国海岸防卫队啊，他们就说在阿留申群岛的安姆奇特卡这个海峡以北这个地方发现3艘中国军舰，不久之后又发现第4艘军舰他们认为啊，中国大陆你把这个解放军的航舰开来我们家门口别有居心。的确，我们看过去1个礼拜解放军的军舰航行海外图可以看到它开到很远的地方去做巡弋那这个东西呢，对于西方世界来说，尤其是美国来说，它当然是紧密的在关注中。而另外呢，天空飞的这些战斗机也是大家注目的焦点。包括您看到最近有一个画面引起外界的关注，这是解放军的6K 轰6K。它挂满4弹在这里夜间出击，已经证明了他想要证明他夜间的战斗力形成，外界也是这样观察的。可是有一些评论家就说，在美中冲突之后如果假设发生冲突，解放军他出动50架轰6K， 空射200枚的弹道飞弹，就可以把美国的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给完全摧毁，所以取名叫关岛杀手，它的目标非常的明确。而另外，中美在对峙吗？这个军武的布置啊，还有演习都是有意义的。包括中国跟白俄罗斯，大家知道在北约开峰会的这个期间做了演习，所以北约也非常的忌惮那我们看到的地点就一箭之遥所以专家就说这个威胁性一直在。而北约的峰会刚刚落幕，美军在波兰北部的防空基地准备就绪，说我布置了陆基神盾系统，可以拦截中短程的弹道飞弹看起来这一次的北约峰会目标很明显，要防止中国，对准的是中国。所以北约的秘书长史托滕伯格就说这是北约集体防御核心任务的重要一环。可是北约的成员国啊，不是每一个人都同心同德，有一些人心中的算计也是不一样的像是匈牙利，他就说不会支持北约成为反中集团。这是匈牙利的外长说的他说我们北约是一个防御联盟啊，过去成立的初始初心是防止过去的苏联嘛，我们不可以把这个组织变成一个反中的集团，那就背离了我们的初心。而另外王毅他是中国大陆的外长嘛，最近他对话荷兰的新的外长，他就说了意有所指，他批评北约峰会对准中国进行无端的指责，他说你北约应该要安分守己。现在2个阵营都在放话中国主要是中国跟北约有一个互相的一个言辞上面的一个对峙跟交锋，而中日的海上也有对峙。大家知道最近中国的海警船，像是刚刚这张图其实都可以看到它的分布在海上公海在航行嘛。那中国的海警就被这个就指称说你日本的3家丸号入侵我们的钓鱼台所以我们的海警啊又采警告驱离你也可以看到日本媒体就说中国海警驱逐日船连续203天，打破现身钓鱼台海域的最长纪录他一直在这个钓鱼台附近在巡弋在巡逻中国的海警船。那当然他要驱逐任何进入这个海域的一些这个船只。那中国跟日本事实上呢互相指责对方说你到钓鱼台，钓鱼台是我们的互相都这样讲嘛所以都说这是我的领海。你看到日本的军舰前一阵子大概在7月初的时候呢，有跑到中国大陆的领海，北京很生气他说我要求彻查那日方就回应说没有啦，这是技术性的失误，主要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因为呢，他要去监视共舰他在这个地方，因为中国大陆他有导弹发射演习嘛，那他们要去怎么讲监视它所以他一度使尽了
浙江外海的中国领海。那当然，解放军发现了，立刻发出警告。可是据说啦，中国大陆的这一艘这个日本的这艘船舰，在20分钟之后才驶出领海，所以对方就有一个互相这样的一个指控。先请教永明老师。我们先看就是解放军舰队航行海外的这整个很大的这张图哈，那看起来好像的的确确这一阵子，尤其是当这个海象比较好的时候，你看到它从就是美国阿拉斯加的这边的专属经济区到西太平洋、中俄的联合舰队山东舰，然后呢，你看到南海，甚至在就是印度洋的部分。印度洋部分其实是在吉布地那边，它有一个海军基地。不过当然也有别的5个国家都有海军基地哈。中国大陆有多少艘船舰啊？至少425艘，3艘航空母舰，72艘潜舰，48艘驱逐舰，71艘护卫舰，44艘轻型护卫舰，blah blah blah。你如果把美国现在海军的部署拿出来看的话，那更不得了了。你如果把日本的自卫队的海军拿出来看的话，也是到处都有，所以我倒不觉得这个特别的紧张。如果你要从一定的就是哇，解放军海军带全世界，那这是一个西方的观点的视野，而且以他这么多的这个舰艇，其实你只要合乎海洋法的这个规范，那当然他现在一定是从近海防御走向远洋海军，这一定是如此那这个挑战是什么呢？挑战会是2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在这一次北约高峰会里面，那个北约秘书长他就细数了中国的一切的罪行，然后呢，在北约的宣言当中，也认为中国大陆是俄罗斯的关键性的支持者，在乌克兰战争。可是他的数据是哪里来？他说，因为你的贸易很高，因为你就出售给他一些商品，军民两用的东西，最后呢，他用在你所谓的这个无人机上面。对不起，俄罗斯的这个就是说武器有72%是来自于西方的这些的工业产品，而这里面有将近70%是美国的制造的技术。因为它战前以及现在，你到全世界去采购，你当然可以制造这个需要的武器，而如果你去采购的话，到比如说跟非洲国家、跟这个许多国家去采购，也很多都是这个中国做，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不是完全基于事实在讲话，而且说句实在话，北约有一点在所谓的甩锅因为在俄乌战争上面，他没有办法做突破，要把后面的所谓的中国的支持作为一个最主要在这一次帮助拜登，然后呢要甩锅到整个印太战略上面的时候呢，就针对中国，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倒不是这么严重的看待，因为什么呢？因为拜登的这个秀做得并不好，那也许川普上来之后，整个北约跟美国的关系都会改变。讲一下日本的这个东西日本这个东西其实各位，他使劲到中国大陆浙江的领海，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错误，因为他很清楚他在他的航行上面，我觉得是某种程度的一个刻意，去试试看是不是能够接受所谓的无害通过。那可是呢，我看到日本这边报纸的报道底下的那些网络一般民众的回应非常的右翼，非常的反中。那这个是在日中之间，尤其是他们认为哇，你一天到晚来侵入我的领海，他们讲的就是钓鱼台，我为什么不能到你的领海里面去？我觉得这个是日中关系当中一个可能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所以就是民间的情绪就会蔓延，也会被挑起。来，请教赖老师。美国最强大的时候，美国的军舰在台湾海峡在东海这个地方不断的航行在南海这个地方，因为它是最强的国家。中国大陆在过去也很想反制美国也到美国的家门口，但是你想，可是你做不到，因为你没有能力。那现在美国的船还是继续在台湾海峡航行，而中国大陆的船已经开始连续3年在美国的阿拉斯加的这个经济海域，而且是在作战的半径内已经开始进入航行了。那换言之，也就是说，美国也知道说你已经可以到我家来了。以前是你想，但是你做不到；现在是你想，你就可以做得到。今天在阿拉斯加，再往南走就到加拿大，再往南走就进入了美国了
也就是其实都是美国了，但是已经进入了啊，例如说未来可能会在加州的外海出现，那么甚至有可能未来航母也会在夏威夷或者是在外海啊，也就是说，当美国的航母进入这个东海的时候，在南海的时候，未来可能中国大陆的航母也会进入加勒比海，也会在加州或者在纽约或者在华盛顿的外海这个地方开始举行这个战机的起降演练。我想美国可能要习惯了，因为过去中国大陆是想，可是没有能力，所以做不到。那现在是只要需要，它就能够做得到。这是未来可能情形。我觉得美国在这个部分要去适应，因为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它有能力了那过去是只有你有能力，未来是有2个国家都有能力。我觉得这个是欧洲的国家、美国都要习惯的事情不习惯也不行，因为它就发生了。我觉得这次中国大陆到白俄罗斯去举行军演，而且是在于北约峰会的前夕。时间挑得非常精准，主要的就是因为这次北约峰会它的主要2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打俄，第二个目的压中，而且摆得很明白。所以果然就在整个峰会的期间里面，我们看到北约在华盛顿对中国大陆的指责甚至对中国大陆的批判，甚至要定出很多压下中国的一个做法。那中国大陆多说无益嘛，所以最好的一个方法，那也就是你到我家来，我也到你家去了。所以这次中国派出一个，我估计大概顶多1个连不到那么但是用运20直接送到白俄罗斯。白俄罗斯是欧洲非常重要的十字路口。在这个地方举行军演，等于是告诉你欧洲国家我有能力，而且也可以透过铁运，也就是经过俄罗斯把大部队就直接压到北约来。你北约要到亚洲来，我就会到你家去。我觉得这个讯号讲得很明白。最后一点，日本这个船这样做，坦白说对日本不利。今天你进入了中国的领海，那明天中国的船舰就会进入你日本的领海，而且谁规定说只能1艘？所以这个还是要看实力呀。对，实力讲话了。是，请教董哥。其实你可以看到他最那个了。大家想，我们这个月最重大的事情是什么？是巴黎的奥运。是26号就要办了。奥运抵制2个国家，俄国跟白俄。你们选手可以用个人名义，不能用国家名义，就被抵制。奥运还是被政治介入各位朋友，为什么俄国跟白俄是被那个抵制的？因为他们认为白俄在帮俄罗斯嘛。俄罗斯去年就送了非常数十枚的核弹到白俄罗斯，而且把白俄罗斯的人找去俄国训练这种核弹从去年4月就开始了叫伊斯坎德，它是一种战术的核弹那白俄罗斯的总统他对外讲，我们这个核弹的实力非常强，这个就摆在北约的门口因为你敢让这俄乌战争以来就是你敢让那个大家要来抵抗我对抗我俄国的话，我就摆在我盟友的门口来对付你那他们也训练了俄国跟白俄罗斯曾经有2次演习，专门针对这些核子武器要怎么用，怎么打出去在白俄罗斯做演习，所以这个针对性就非常强那可以看到了，其实北约非常不安，因为北约是一个白种人的联盟，他们自视甚高那每天都是用那种族的优越在看别人。你可以看俄乌战争以后新加入了这2个国家芬兰跟瑞典每天也是在那边叫嚣要跟随怎么样。北约为什么成立？其实很简单，那时候要对付的是苏联嘛。苏联15个国家作为一个他们苏联的联邦，那对他们有威胁性，所以他们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嘛。对。那苏联成立了华沙公约组织，这是2个对抗的军事集团嘛。那苏联都解体了你们这些国家以美国为首的，你们告诉苏联说我们不会再扩张结果你们一直扩张6次了嘛。你扩张6次，你就一路骗，扩张6次，现在准备让乌克兰加入，乌克兰就在俄罗斯的门口。那你对他来讲，他当然是威胁，所以他才会有俄乌战争，这是一个事实的原因嘛。那北约这些白种人，他优越，他觉得很了不起。结果呢，现在仗打成这样的话，俄国你也打他不赢。那现在纠缠在这里，
他们现在迁入就是中国大陆就开始找借口了。是，那中国大陆好，你既然是这样的话，我的态度也拿出来，我跟白俄罗斯来做军事演习，所以这些动作其实可以看到了，他对于西方那种白种人优越到处颐指气使，每天在指责别人，你的电动车啦，你的电池太阳能啊，怎么样，他都要指责，连全世界公认的环保的汽车、器材。电池这些都是很好，对地球来讲是很好，他们都要指责，都要找借口。你会觉得这些人真是莫名其妙，怎么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最近的这些动作，我觉得可以讲中国话4个字叫不甘示弱啦。你既然讲这样，我是有能力来这里，那你们常常派船到我们南海这里，我也有能力到你这里，所有这些东西摆出来的话。其实替很多中国人出了一口气，不甘示弱，大家公平竞争。不过有一个坏消息是，美国的这个大的这个商用飞机其实它是军工业也在的，波音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现在波音的客机又出事了。我们请导播让我们看画面这是在10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坦帕机场一架。载有180人的客机，波音制造的客机，它在起飞、在滑行的时候，突然轮胎冒烟，并且留下残骸。当时地面上的人看到，就非常紧急的通知 Captain， 也通知塔台，所以飞机停下来了所幸飞机上面所有人都平安，只是这一幕让大家吓坏了。波音公司这一家过去大家认为是世界上非常优良的飞机制造公司、航空器制造公司，到底出了什么错？我们看到有吹哨者，过去就讲过了，有5万件报废的零组件你装在各个客机。他当时去检举这件事情他说从2000年初期开始就有了可是他写了很多 email， 然后去检举去跟公司高层讲，都没有人理他，一直到2023年他被迫离职所以客机出问题，恐怕真的是已经是长期累积下来的。那另外我们看到波音现在的业绩也非常差，6月份它只卖出了14架新机所以这个大家都会看嘛，也都会评估嘛，所以的的确确它遇到了大麻烦。现在更大的麻烦是它送上去的太空人糟糕了，被困在太空站，已经迈入第29天了。回不来了吗？我们问了波音波音告诉媒体说，这个技术问题都还在解决当中。那如果太空人一直被滞留在那儿，那会不会到8月呢？我们看到 NASA 的商业载人计划经理就说，我很乐观啦，可能在7月底之前，我们会一步一步的追踪数据请大家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会去解决问题。那另外我们看到，因为受困的事件嘛，现在全世界都在瞩目，所以如果波音向中国来求救，中国的学者还有网民一般的民众回应大不同。这是中国网络昨天在网络上面疯传的一篇文章说，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那这个求救的对象是中国的神舟飞船跟俄罗斯的联盟号飞船。但就算按照国际法，中国也是局外人，没有义务出手相救这个是学者的说法。可是网友就开玩笑说，如果你拿个500亿美元来或者是光刻机来换也都行。那说到美国这个国家年底的总统大选，大家当然是非常的注意的。而拜登到底会不会参选到底？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多不利的消息出来，他又口误了。我们来听听看。And now I want to hand it over to the president of Ukraine, who has as much courage as he has determination. Ladies and gentlemen, President Putin. I wouldn't have picked Vice President Trump to be vice president, but I think she was not qualified to be president. 观众朋友，这是很糟糕、很严重的口误因为他把泽伦斯基讲成普京。那我们必须讲，他其实口齿也很不清楚。如果没有字幕的话，就算是会听英文的人，其实也听不太懂他在讲什么。所以你看到 ABC 的主持人，那个时候他被安排去专访这个拜登的，就是在这个辩论赛之后，他就讲了，他认为拜登没有能力再做4年。我不认为他有能力再做4年。亚裔的看法如何？因为在美国这块土地上有很多亚裔的选民嘛有一个民调机构叫做亚太裔数据
他说有44%的美国亚裔对拜登看法不佳，认为不 OK 哦，有62%的人认为川普更不 OK。可是哦，支持这个拜登的选民还是比较多，尽管大家认为他身体状况有问题，可是关键点在于支持度啊，支持拜登的选民哦，在亚裔这一块已经比上一次总统大选还要明显的滑落了哦。所以到底要不要换掉拜登呢？现在传出来，奥巴马还有 Pelosi 私下也表达忧心。哎呀，该怎么办呢？来，永明老师，我在辩论之后2个礼拜前，我就公开的讲，我在你的节目也讲，是，我觉得拜登会退选，他说等到上帝这个要求他，其实上帝已经在好多场合已经要求他，这一次又上帝要求他了。你不把川普讲成你自己的副总统，你本来这个北约峰会是要帮你拜登做一个北约秀，对不对？外交是你的专长，结果你一讲话，完全新闻都集中在这边，一次又一次。ABC 这个主持人，他其实是忘记麦克风关掉。这个美国很容易忘记麦克风关掉，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但是呢，他就真的讲出了实话，他觉得他真的是不行的。各位，拜登一定会退选，因为他选不下去，他也不会选赢。哦，那现在2个事情，第一个事情，现在这个拜登团队开始在找战犯，他发觉到是奥巴马。美国的媒体最近这几个小时登的，因为有一个登的是为什么？乔治·克隆尼他不是登了一个文章反对拜登连任吗？乔治·克隆尼是奥巴马的好朋友，是。而媒体的报道，这个媒体的报道的消息是来自于拜登团队的质疑。他报道说，他这篇文章，乔治·克隆尼要求这个拜登这个下来，文章有事先给奥巴马看过。哦。阴谋论啊！对，这阴谋论出来，奥巴马没有表示赞成或反对，所以他认为奥巴马在后面有操作这个东西。那第二个讲的就是说，拜登说，贺锦丽还有别人其实都可以赢这个选举，但是他们没有我募款的多。各位，你知道他现在募了多少？他说我现在已经有2.2亿在存到银行。各位，你知道2020年的时候，美国总统大选花了多少钱？140亿美金，哇！光民主党55亿，当然是所有的这些总统、参议员、众议员然后呢，拜登在当年的这个2019年的10月15号，也就是投票前差不多不到3个礼拜，他募款来到了11亿美元。然后呢，川普6亿美元。换言之，现在拜登如果要走去上一次的那个数字的话，他还差多少？他还差多少？8亿、9亿美元。对，差不多9亿。现在金主已经不给他了，金主没有再继续给他。很简单一句话，他的最大的支持者奥巴马不支持他了，他的金主也不愿意给他钱，还差非常多。是，所以各位，我觉得他会退选。所以杨永明老师的预言会不会成真呢？我们继续看下去。来进一下广告。好，波音公司的问题重重啊，那未来美国政府会出手相救吗？美国政府事实上一直在救波音它长期以来都在救波音。例如说，我们台湾跟美国买这么多波音，不也就是因为政治力的介入吗？因为本来华航要买的是空巴嘛，最后改了嘛。所以我想这个报纸都有登出来啊。当然，蔡英文的时候他不承认，那华航也不承认。可是大家都知道，之前要采购的是空巴。然后为什么会改变？因为美国参议员来了以后呢，谈了一下就改变，而且那个议员本身就在我们的电视面前就直接说了，要我们直接买，而且我们就确实买了。这代表什么？美国的政治其实是一直都介入了波音，而且一直在救波音，因为波音已经连续亏损4、5年。那连续亏损对美国人来讲的话，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唯一的有竞争力的，而且是在过去领导。这个或者是支配全球航空市场的一个杰出的公司，那过去会杰出是因为过去是技术挂帅，
那后来为什么会现在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商业利益挂帅、利润挂帅。那换了 CEO 以后，整个公司就出问题。我觉得应该要重视吹哨者他们所提出来的问题，也就是说，很多吹哨者他们说10几年前，甚至2000年的时候，那也就是20年前了。那时候他们用的零料件都已经是不合格的，是以瑕疵品来冲优质品。我觉得目前来讲，波音是层出不穷的这一些机械的问题，应该要置之死地而后生了，要破釜沉舟了。换言之，也就是说，应该要好好的听听这些吹哨者他们所提供的这些讯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那我觉得就应该要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一些波音的飞机，它的零料件的问题要好好的去检查了。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容易的工程，但是呢，应该要做了，因为你再不做，你刹不住这一股积温的。为什么？因为时间到了以后，金属弹性贫乏，它一个一个就爆开问题。你现在如果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它没有停止的话，那没有人敢再买波音了，大家都会害怕，因为哪一家航空公司都要命啊，他不想赔啊，而且每一个搭飞机人他都要命啊，他不想搭一个飞机一落地以后，大家站来鼓掌说：“哎呦，我们今天安全了。”我想没有人想要这样过日子。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波音真的要好好想一想，这是应该要做的事。另外，我觉得拜登面临困境了。但是不应该用甩锅的方法，不应该说这是奥巴马或者是裴洛西他们在策动，而是你真的出问题了。我觉得拜登要好好想一想，是要面对自己的问题。来进一下广告。几年前我们出来跑新闻的时候，那时候台湾大概每年都会有1-2次的飞机失事，飞机为很多机械故障或怎么样，每年那时候都是大新闻那时候大家甚至开玩笑，连战交通部长的时候运气最好，没有掉飞机，几乎每个部长都掉。后来就飞安或者什么渐渐的改善。我们这几年已经在台湾已经很少有什么飞机失事了，最多就是军用机啦，军机、战斗机。但是你可以看到我前2天看到古立言他见到了赖清德，是。他讲一中被消音了，大家都很清楚。这2天大家都讲，葛礼汉众议员来见蔡英文，推销24架波音也被消音，跟台湾利益这么相关的，什么叫利益？这生命总统府把它消音还否认，没有这回事。后来我们有没有买？有买波音24架，已经先买16架了。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文化大学讲座教授杨永明老师，先生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昨天郑文灿被收押，震惊全国可以这样讲。那有人生气，有人开心，有人不开心，笑得最大声的是谁？网友眼尖发现。当时郑文灿被收押的囚车司机开着这个警戒车的囚车司机大哥笑得很开心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所有的同业都往这辆车拍，大家想要拍到郑文灿的表情，可是窗帘全部拉下来。于是呢，摄影大哥捕捉到这一幕，我们放大来看。郑文灿收押，瞧这个司机大哥笑这么开心，到底怎么回事呢？观众朋友，今天早上徐巧芯买了一大袋的黑糖馒头以及麦芽茶。为什么？因为今天早上郑文灿他的早餐就是吃这2样那黄捷就说你这个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要暗讽所有的国民党党团都是要坐牢的人呢？看起来今天。绿委民进党党团所有的立法委员都非常低调，而且脸上没有笑容。在立法院，每一位记者对着委员说：“委员能不能够讲一下这个郑文灿被收押的事情？”大家低气压，气氛低迷都不愿意受访，而且都很低调的走进会议室连英系的立委更是更是低调，都不愿意多说，只说谢谢大家的关心。现在看起来肃杀的这个气氛非常的浓厚可是呢，我们看到媒体巨细靡遗在报道什么呢？郑文灿毕竟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一般被羁押的人。
过去还很多人点名他有可能会登上总统的大位，如今变成阶下囚，他受到的待遇跟一般人一样吗？大家就好奇了啊。不过我们先来看看郑文灿他住的这个拘留的房间是4人房，他跟2名诈欺犯还有1名毒品犯当室友，于是就很多人联想到了哦，包括韩国瑜在选总统的时候都说过这句话，说民进党是最大的卖台诈骗集团，结果如今他就跟诈欺犯关在一起。还有现在炎炎夏日7月啊，好热啊，晚上都得吹冷气，我不吹冷气我睡不着。那郑文灿他的吨位也大哦，他没有冷气吹还能睡得着吗？哦，就有人说啊，在2个状况下才有的吹哦，包括主管办公室会安装冷气哦，那另外受洗人他下工厂那样子的情况才能吹冷气，所以可以想见，昨天郑文灿过了高温的一夜，很热哦，可能辗转难眠。那另外呢，他在狱中的这些吃穿啊、吃喝拉撒啊，像是衣服啊这一些，也有很多人关心。因为寓所的合作社每天每个受刑人或者被拘留的这些人，他的限额就是只能2000块，所以郑文灿的朋友赶快去买日用品，包括买了什么呢？大家来看一看才买最优先要的，像是贴身衣物包括2件价格199元。凉感短袖内衣因为天气热，2件价格130元的吸汗排汗平口裤。那郑文灿也有带3天份的慢性疾病的药品，因为他本身有一些慢性疾病很多人看了这一幕觉得很感慨。过去这个锦衣玉食的这个郑文灿，如今要接受这种待遇，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我们来看看是不是现在墙倒众人推。有一些是尚书大人真机灵，过去像是自由时报或是三立这些有台的媒体们这个我们的同业们像是过去可能都会说这个是司法迫害、政治迫害啊什么的，结果今天我们看到风向已经变了包括您看到自由时报今天出了这一篇报道，说郑文灿掌桃园市多位主管贪渎判刑就是细数过去他的底下的这些员工们这些主管们、这些政务官们如何的涉贪。还有另外3例居然在称赞办郑文灿的检察官呢你看这个标题，这是3例的新闻，重启调查郑文灿关键人是他，霹雳女检于秀端。所以呢，大家也在感受风向在变可能这些过去大家认为比较偏向执政党的这些媒体现在也开始做一些公正的或者是比较中立的报道了。而另外我们看到亮哥他就说了，郑文灿任内8年在桃园这个开发案超过6000亿，所以现在桃园市议员人人自危。上一个阶段亮哥就坐在董哥的座位上，他也讲了说现在可能如果要办下去的话因为郑文灿的这个风格是蓝绿都有份都给，那会不会到时候议会1/3的议员会不见那这个是亮哥的说法。不过刚刚也是上一段节目的这个来宾詹江村也举了非常多例子詹江村村长他在过去也揭发很多弊案，拿了很多证据去按铃控告，去检调那边报案，可是最后都签结，要不然就是不查所以会办吗？来问一下董哥。其实你可以看郑文灿的那个关系非常好现在大家最大的疑问为什么？因为现在的证据是7年前的证据那时候检察官手上有这些证据，法官不准检察官搜索然后不准办这个案子签结，所以很多都可以看到了郑文灿在整个桃园地方法院着力甚深那今天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因为郑文灿的情况其实大家平常都听了这么久了，怎么在赖清德上台1个多月以后，然后才开始大办？所以当然里面的政治传言它就会非常多。那大家也知道郑文灿原来是蔡英文非常中意的接班人，他的大阿哥绰号是这样来的嘛。2018年国民党那时候声势非常强，921选举，国民党最强的人叫韩国瑜捡起千堆雪，整个所有地方的县市首长都受他影响那这个领头羊
一带头的话，国民党拿下15个县市，那民进党当然他败得非常惨他台北市还被无党籍的柯文哲那时候无党籍拿走啊，所以可以看到他保下的就是只剩下郑文灿，他台中的林佳龙都输给卢秀燕了，所以郑文灿就变成民进党里面最强的那蔡英文有人挑战他叫他不要再选了，你已经很差了。这个人就是才卸任行政院长的赖清德嘛，所以你可以看到那时候的局势多么凶险。那蔡英文就辞掉了党主席，郑文灿指定党主席应该给卓荣泰，因为卓荣泰是我们中生代的大师兄大家记得这几句话就知道了郑文灿的分量有多大，所以整个党就同意了，然后下去选那打败了游盈隆教授，大家记得。那他再跟蔡英文讲，行政院长应该给苏贞昌来回归，蔡英文也同意了，所以这个就是太子嘛，就是大阿哥嘛，他指定谁就是谁，党由他指定，行政院长由他指定，那时候的分量就这样而来，因为其他人都不知倒地了嘛。我们可以看到，那时候能够挽救这个大厦将颓的局势，就是郑文灿。那蔡英文对他非常中意，他的绰号胖周瑜就这样来的嘛。周瑜的智慧才干跟诸葛亮很接近啊，大家可以看到了，所以对他是赞美有加。让我们发现了，其实最主要的在哪一场战役？2018民进党大败，2019他们自己总统党内初选，赖清德来挑战。那这时候挑战，当然赖清德有恃无恐，我民调比蔡英文高2倍，我还有最大派系新潮流。那蔡英文就下去运作，把这个选举一直延后，把新潮流的人都撤还了。等到赖清德真的要选，发现整个新潮流所有人都挺蔡英文，对不对？陈菊对中部的蔡其昌，那北部小段这些人不用讲，而且最有势力的郑文灿，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嘛。那中部当然在新潮流运作最强的就是厉锦祥嘛，所以这一些看看大家运作起来的话。那当然就输得很惨了。大家可以看那一场战役。那现在赖清德上任了以后，当年哪些人是背叛我的？他心里有数，他其实心里有数。所以郑文灿的案子为什么7年不办？因为有人压下来了。那时候蔡英文在执政，有人压下来了嘛。我们看郑文灿这3次在法院被发来发去，第一次的法院。邓姓女法官就跟检察官讲：“你要收押他你现在的证据都是7年前的，上面的录音带的译文的照片都是很真实，但是郑文灿没有洗钱，所以我必须500万放了他。他也证实有嘛，你有收钱呢。那第二审的那个法官更可笑，他说郑文灿离开桃园市政府这么久，1年半没有政治影响力了。那是最荒唐的。第3个法官。”直接打脸第2个法官，怎么会没有政治影响力？他上面就在讲他的政治影响力，怎么会没有？他桃园市长卸任以后去干行政院副院长，他怎么会没有政治影响力？所以就直接压了吧。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峰回路转可以看到很多人讲哇，郑文灿不容易压，为什么？因为新潮流有人在救他嘛。你看那几个陪他去的那些律师就是邱泰山的律师、段宜康的律师嘛。大家可以看到新潮流其实很觉得很惋惜，还是在全力抢救他。可是等他真的被收押进监以后，每个人噤若寒蝉，最多讲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像陈菊，哎呀，勿众勿往，其他人躲得远远的，他一定很感慨对不对？因为意气风发的当时，大家都来依附他。你知道郑文灿郑妈妈过世的时候，那个签到簿写不完，后来弄一面墙给大家签，1万多人了，一个簿子。几十本簿子签不完，弄一堵墙让大家来签，那个场面大家就知道众星云集啊！那可以看到了，当他落难的时候，我觉得他心里一定感到非常的那更不用讲中时，不要讲三立跟三立跟自由，对不对？郑文灿第一次下台是为了自由时报，自由时报那时候要买台视，那日本人要释出股权，富士电视台要释出台视的股权。然后郑文灿请他们吃饭，然后找自由的负责人在现场，然后跟对方介绍，
就有点这个构成被爆出来了。那时候我们在电视台做评论做非常久，苏贞昌压力很大，好面子，就叫他下台，然后把他送去哪里？送去海基会当副秘书长。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些谈话性节目我有参与啊，我们也有骂到这件事啊，没想到那时候这么挺。是，然后现在我不能讲落井下石，因为新闻要公正嘛。那这个是应该的。是啦，世态炎凉啦。来，请教永明老师。各位，你觉得这个文灿这个案子只是一个案子吗？7年前的案子，检察官2次签结，有没有人包庇、吃案、压案？各位，这根本就是一个冰山上面的一角，而这个冰山不只是郑文灿。台湾现在这几年来就缺地嘛，缺这个盖厂的地，缺这些所有这个豪宅的地我们的钱不断的回来，然后呢，大家基本上不是在真的盖工厂，其实是在盖豪宅，然后呢，政治人物就不断的在释放说土地的重划开发。那在桃园至少6000亿的关正亮讲的，我觉得他讲的客气了。郑文灿过去这一段时间，我所认识的朋友，企业界的，我说你们怎么会跟郑文灿那么熟？一个做官的会跟企业家晚上10点、12点还在这边去和，你有没有看到他去学校？去安养院、去垃圾队，通通没有啊！这当然就很清楚嘛。那当他的论文出问题的时候，完全超被台大撤销学位，还有一大堆台湾人不了解，这个人就是一个贪腐的代表，而他只是浮在水面上。我要请问吴钊燮，你现在是秘书长呢？你当初出函给公文给行政院，是不是？你有什么样的这个角色？然后呢，整个他现在这个案子本身有一个杨总经理，之前也是被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没有收押，驳回。为什么？因为法官开会的时候不通知检察官，所以检察官没有办法去这个表示意见，因此呢，法官认为他不需要收押。我们的司法体系从检察官到法官的体系烂到什么程度？大法官现在完全是不是要站在民进党的立场来去看这个国会改革？台湾已经贪腐烂到这种程度，郑文灿，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先对这个就是贪腐的问题要非常的重视。民进党绝对不只是郑文灿这个案子，而且呢，也绝对不只是在桃园，甚至我不要说不只是民进党，所有选举的人，你的选举的经费的报跟使用太多，我们都不要讲，太多的钱进入到政治里面，因为政治在台湾掌控了一切的权力的分配，所有的人都认为钱进去，我可以买到方便，我将来可以买到利益。政治人物作为我的代言人，这个体制如果不崩解不变的话，只是持续，将来更多的郑文灿会不断的出现。赖老师，我觉得钱子刚刚讲的很好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平常都吃香喝辣的，过了很好的很优渥的生活，现在总算要在看守所度过他的第一个晚上、第二个晚上，跟后面还有不知道多少个晚上。那甚至如果被判刑确定了以后，那入监服刑还要度过更长的一个岁月再出来的时候，说不定也已经进入老年的一个阶段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为什么要涉及贪腐为什么要贪腐？可是问题就在于我们台湾的更多的民众在问了就是说，即使有金钱的诱惑，那检察官已经掌握到证据了，而且认为有串证，有可能逃亡有串供等等，那证据已经十分的明确了。那为什么第一审的法官还要给他交保？然后就还好，我们这位检察官还坚持的一定要抗告。抗告以后，第二审的法官为什么又给他交保？而一审、二审就是一次、两次的法官
他的理由都让整个社会的舆论炸锅了。然后总算有这么一位法官，第3次的法官，他就决定啊，因为有新的证据出来了嘛，包括通联记录啊等等的，他决定说那就要收押禁见了。所以基本上来讲，大家都会确认说他的证据已经是相当的有力量了，然后他的逃亡，还有他的串供等等，那么掩盖他的罪行，那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他已经基本上来讲已经被收押禁见，这不是小事情。那么这么大的一件事，为什么民进党执政的这8年，也就是在蔡英文主政的这8年内，为什么多次的让郑文灿可以多次的逃脱这个司法的侦办？怎么一回事？那为什么赖清德上来了以后，这个案子就可以办下去了？那为什么蔡英文主政的这8年，这个案子办不下去？而蔡英文每天在讲司法改革，天天讲司法改革，不知道搞了多少广告，说要搞陪审团制度，说要让司法还给人民一个公道，结果不停的在搞司法改革，结果改革到最后，却在他任内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官员，而且是蔡英文任命的行政院的副院长这么样的一个官员，然后却涉及严重的贪渎案，然后在他的8年的桃园市市长任内，不断的在跟土地有关。那这些土地是不是应该要追查？除了郑文灿本人追查，他的所有的桃园市府的官员是不是也应该要追查？还有桃园市的这些政治人物、这些市议员们等，是不是都应该要追查？我觉得检察官应该要扩大办理，而且要勿往勿重，而且我觉得应该要大办，因为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官，这么在民进党有这么大影响力的，而且还号称蓝绿通吃的有影响力的这么强大的一个政治人物，检察官给我们台湾人民一个公道，给桃园市民一个公道，把那些涉及贪官污吏的所有的政客全部都抓起来，我觉得一个都不能让他们逃，一个都不能让他们放过去，这点是一定要做到，而且要做到底。不过我觉得蔡英文如果有包庇的嫌疑，蔡英文是不是应该要对人民有一个交代？你的任内这8年为什么没有办多少案子？现在大家变成寄望赖清德，说，你看郑文灿都可以办了，民进党的哪一个官员可以不办？我觉得应该要继续办下去。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你赖清德如果要掌握你的权利，要让人民对你信任，你就大办特办，一直办下去，把所有民进党的这些贪官污吏全部都抓起来。